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美国对中国石墨征收关税，以迫使电动汽车制造商建立非中国石墨阳极供应链，而石墨阳极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部件。此举表明美国决心减少对中国石墨的依赖，尽管中国在全球阳极产量中占 97%。下面这条 ，GameStop 股价连续第2天下跌。此前股票影响者吉尔重返 YouTube， 未能激起投资者对这家陷入困境的购物中心零售商的热情。周五，吉尔在 YouTube 上举行首次直播。当天 ，GameStop 公布其在数日内进行的第2次股票出售。下一条，激进对冲基金 Elliott Investment Management 在7个月内增加了7项新投资，目标公司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，包括西南航空、软银集团和德州仪器。Elliott 拥有660亿美元资产，其激进活动往往在达成和解后避免代理权争夺战和股东投票。下一条，美国 FDA 专家小组一致推荐礼来 LLY 阿尔茨海默症早期治疗药物多纳尼单抗，该药物是可能的第2款上市阿尔茨海默症药物，具体取决于 FDA 批准。让我们关注特斯拉股东投票决定是否重新批准首席执行官埃隆·马斯克的薪酬方案。该方案目前价值约460亿美元。该薪酬方案此前在2018年获得 73% 的独立股东批准，但在2024年初被特拉华州的一名法官否决。下一条，油价上涨。此前周一录得4个月来最大涨幅，等待一份石油输出国组织报告。该报告将提供关于供需前景的概况。让我们关注周二，亚股涨跌不一。此前华尔街行情低迷，投资者为本周美联储利率决议和美国通胀数据做准备。接下来，巴尔的摩港主要航道在弗朗西斯·斯科特基大桥倒塌后已全面恢复通行，达到原深度和宽度。在清除河道中约5万吨钢筋混凝土后，官员们宣布全面重新开放。下面这条 ，Liberty Strategic Capital 持有纽约社区银行 7.7% 的股份，曾参与投资该银行10亿美元的投资者联盟。接下来，阿奇罗斯资本管理公司首席交易员威廉·托米塔作证称，他的老板比尔·黄指示他采取正常基金的反向操作，通过最大化对股价的影响来操纵市场，这导致银行蒙受了100亿美元的损失。下一条 ，NBA 计划通过与众多媒体伙伴合作，确保其赛事在全方位、各渠道都能被观众看到。该联盟正与其目前的广播合作伙伴谈判新一轮媒体版权，预计可高达760亿美元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印度总理莫迪保留了内阁中几个关键职位的大臣，包括财政部长，这表明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新联合政府的政策连续性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